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新西兰外长马库塔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首次就中新关系发出了警告，说新西兰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中国愤怒风暴的中心，要求该国的出口商呢为中新关系的恶化做好准备，尽量拓宽其他市场。那么，《卫报》认为，马库塔的观点印证了新西兰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外交压力。在对中国新疆和香港问题表达关切之后，新西兰很可能被美国逼着走向反华的立场。那么，这样的情况确实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知道，五眼联盟都是英语国家，这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那么其中呢，新西兰政府的态度过去呢是比较暧昧的，他们不希望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搞坏。这一点可以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他们的最大出口市场都是中国。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矿产，新西兰的农业产品，包括牛奶是吧，粮食啊，木材等等。那么，如果和中国的关系搞坏，那它出口产品啊肯定会受到制约。那么有些媒体讲，如果是中国减少了从新西兰的进口，那么这些东西它卖给谁？有人建议呢，卖给非洲国家。首先，非洲国家需不需要它的这些产品？再一个呢，非洲国家有没有能力来接盘买下新西兰的这些农产品？应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可以说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情况不一样，跟日本的情况也不一样。五眼联盟中跳得比较高的，一个是澳大利亚，一个是英国。非五眼联盟的国家有一个跳得也比较高，那就是日本。那么无论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可以说除了有美国的压迫之外呢，很多情况下是他们主动跳出来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新西兰尽管在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上表达出了关切之意，但是呢，并没有太多的过火的言行，而且呢，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出来，它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当然主要是来自美国。那么一旦新西兰在重压之下做出严重伤害中国的举措，我们中方是不是一定会像新西兰的一些政府官员或者新闻媒体所表示的那样，有可能受到中国的对等的报复？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个人看法不见得。对于对华贸易依赖程度很高的新西兰而言呢，一旦中国对它实施制裁，绝对是一场噩梦。我们是否会像对待澳大利亚甚至是日本那样，采取一些对等的比较强硬的措施呢？这个恐怕还要进行观察。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呢，仅仅表示，中新两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长期坚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互利共赢，希望呢做大合作的蛋糕，而并没有表示出过多的要制裁新西兰的这种意愿。一方面呢，是新西兰对中新关系恶化的警告，甚至说出中国风暴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呢，是中国对中新关系未来的走向是向好的期许，认为合作只会越来越顺利。那么新西兰的警告显然是未雨绸缪，因为他们担心在美国的霸权压力之下被迫说的一些话，让他们站在反华的立场上和中国对抗，得不偿失。但是呢，他们又不得不如此做。因此，我们在对待一些国家的对华立场上的异同点，
要有明细的区分。对一些主动跳出来和中国为敌，说一些狠话，甚至呢派出军舰跑到中国的家门口实施挑衅行动，而且扬言要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国家，那么我们肯定是毫不手软，一定会参与相应的对等的措施、强硬的对策来应对他们这些挑战。而对于一些被迫说出违心之言的国家，我们要区别对待，力争呢双方缓和关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走经贸合作的道路，把敌人搞得越少越好，把朋友搞得越多越好。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